前两天有个哥们家杀猪啊，给送了一个大后丘。我本来想腌火腿，但我们家人嘴急呀，等不了那么多年。我来吧，既然就吃大串了，都给他卸他。忘昨天100块钱收个吊炉，这炉子不出意外应该比我岁数大。我给你们看看他们串这串多实的啊！半斤一串的蜜汁梅肉，1斤一串的五花，还有1斤一串的麻排，然后还穿了好多别的串。这个全翅和鸡脖子，好多年没吃过吊炉烤的了。土豆和鹅蛋都是包上锡纸就扔最底下了。这一小盆里其实是最狠的，这个是虾仁猪心。这一锅串呀，中间打开炉子翻面的时候，那香味我就已经受不了了。我一点不撒谎，我当时都想舔舔地下这油了。我们吧不会烤馕，就买了几张发面饼。这饼夹串可太带劲了，还吃出点小时候放学在小摊上买串那种感觉。我爸说他小时候在蘸水堆上这么吃，然后屋里这些等教的吧，就说这温度不行，烤的太慢了。粉慢确实是慢点，但也有点人为因素。那你说我们仨在这看着炉子，那串熟的快的，我们还能眼睁睁看它烤糊了吗？那先吃点不也是属于没办法的事吗？供不上溜，他们自己就想招了，有拿烤箱烤的，还有拿空气炸锅干的。我家这空气炸锅是我当时趁拼多多搞活动9块9抢的。反正空气炸锅这玩意儿吧，也不分牌子，你给它拆开，恨不得里边导热构造都一样的。这玩意儿又不挑样子，买个便宜的就行。链接放评论区了，赶紧薅吧。这一锅必出不少油呢。反正要过年了，油炸食品还是收敛点吧。那过年还得见人呢嘛，不是？最后一锅就拿屋吃了，还配点喝的，一锅肉汤炖的酸菜血肠，还有一锅鲜虾疙瘩汤。吃饱喝足就得干活了，还有10来斤干肠没灌呢。这个工艺现在已经非常简单了，就买现成的料按配比来就行了。基本上手勤快点的就都自己在家灌了，而且在家整的肉吃的也放心呢。我们这一盆正好是20斤，晾个6、7天就能吃了，到时候看看能剩多少斤。反正这么一折腾吧，我们也有点饿了。临了10点多又烤了一炉，我当时就寻思呀，这哪个邻居家窗户要是漏点风，妈这回得遭点罪呀！我昨天晚上实在太饿了，我就想吃点带味儿的。然后我发现我们家最有味儿的竟然是这玩意儿，这他妈啥味儿啊？原味不行就给它调味儿呗。那饿你咋整？也睡不着啊。水开你就给这玩意儿扔里，下姜酒，等它飘了给它捞起来。又他妈报警了，这不操！这咋？这一个手咋扒呀？呵呵哈，可也太黑硬啊！然后你就慢慢扒去吧，拿出你等女孩化妆的耐心。那半个小时扒他妈这点玩意儿，这不够吃啊！不够吃好说，不够吃咱下料呗。我他妈不会一个手打鸡蛋呢！我这么大，我终于学会用碗了，不知道碗不碗。碗你收拾收拾锅，下蒜末和洋葱，摔点郫县豆瓣酱，这玩意儿才邪门呢，你不使劲不香。来糖、生抽、蚝油、水淀粉，把你扔那就行了。这功夫你别跟没事人似的，你把那面煮了，料包扔了，别留退路。鸡蛋、洋葱拌一下就好了。展示展示啊，上音乐。这块干啥的？就是有点慢。还煮个面条，整他妈1个半小时，等会儿还得收拾厨房呢。有彩蛋吗？没有，谢谢，哈哈。我爸下礼拜要去体检，说这2天吃点清淡的。你看没看着？多大岁数的人都干那现上轿、现扎耳朵眼的事儿。我爸说你不懂别叭叭，我这叫自己糊弄自己。我心说这沙拉没油是吧？我妈说你搞了2块牛肉吧。头2天拌的油醋汁儿，你爸就是觉着不香，完了睁眼说瞎话。说老婆这菜馊了。完了，我爸看我炒了2个青菜，说有点事要出去一趟。我说你帮我把这个虾呀、鱼呀、螺呀先端桌子上去呗。我爸说我就逗逗你，我儿子回来了，我能雷他们吗？做了一锅番茄鱼丸，还有一个鲜虾萝卜汤。我爸说怎么就觉得少点啥呢？我说你别找了，你藏进那羊排给你糊上了。然后他特意开车去买了1罐韭菜花。他回来问我焖没焖饭，我说你以后就吃粗粮吧。你看这个田园主义全麦面包就属于吃不胖的优质主食，这原材料是纯全麦粉添加的，一个面包热量才顶半碗米饭。你要有光煨一下子或者蒸2分钟，那能更香。真的，我爸这肚子逮谁谁问。大哥这几个月了？来吧，吃香香了，台饼、虾吧、带笋。灼鸡、牛拉、翻碗、老土尖儿、蒸班、葱螺、手羊酒。真的，我没见过哪个嘴这么急的人能减肥。我爸嚼着面包说，我也没说要减肥呀，我不行糊弄个好点体检报告吗？我最近去参加东东和3期的婚礼了，作为他俩的10年老粉，我打算把他们的婚纱照做成一个5210块的纯手工拼图送给他们。但是这拼图整整做了18天，做的我差点没赶上他俩婚礼。刚开始我是想给他俩做个纸质拼图，所以前几天我们一直在研究怎么把纸壳做成硬纸板。但是忙活了几天，我发现做纸板根本遥遥无期，倒是做出不少30年前我奶家用的厕纸。而且我弟尝了一口，就连味儿都是一样的，我当时都崩溃了。我心说研究了6、7天，合着纸质拼图就研究出个纸，完了还是测的。
所以后来我就想给他俩做磁吸拼图了。我打算用1毫的软磁贴粘上1毫的卡纸板，组一个1.2米乘1.8米的大画板，然后把他俩的婚纱照画到这上面。但这画画起来实在太折磨人了，这里边头发、眼睛这种细节的地方实在太多了，甚至包括养乐多的狗毛都需要1笔1笔画出来。我后来数了一下，这画我弟和我二姨一共呢画了7万来笔，然后在空白的地方我们画了几个 Q 版照片，基本上都是全网最深的记忆点了，包括白眼狼先生也在此占有了一席之位。这画到最后我们一共熬了5个大夜，那后期我仨对咖啡都免疫了，就甚至连那老补锌丸我们都开始一板一板吃了，这活干的太费命了。后来裁块的时候，因为实在是没法裁成拼图形，就都让我们给裁成不规则的滚刀块了。但是裁的时候撒了好多纸屑，家里整的贼乱。好在之前在抖音商城双11好物节买了个天可智能洗地机，恒压活水洗的贼干净，而且还是超长续航。我买的时候到手才2000多。现在左滑逛抖音商城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同款。抖音双11打直球，一键立减不用凑，上亿神券更超值，超多好物都压到了全网超低价，超好囤，你们快去看看吧。然后裁拼图的时候，我感受了一下，要真裁成5000多块，那每一块都太小了，所以最后折了个中，我们给它裁成了2999块，而且裁完之后，我们又把整个拼图都拼上了，给他俩照了个相。我说但愿这不是他俩唯一一次看到这个拼图的全貌。最后打包的时候，我还给他俩做了个100年好合，但是因为整个制作过程比较赶，就导致我俩去送拼图的时候非常极限。我俩抱着这20斤的拼图，从哈尔滨到杭州一直都在狂奔，给那鞋底都要磨出火星来了。好说歹说算是赶上了，然后给他俩讲解了一下这个拼图的构造。我估计有这么个大玩意儿，他俩的婚后生活应该是不会无聊了。这我做18天就得拼啊哥，多少天？18天，但我敢肯定。你18天肯定拼不完。我们同学过2天就要领他爷他奶上三亚了，完今天小聚一下。但是他爷他奶年龄大了，坐不了飞机，只能坐火车。哎呦我哈尔滨到三亚坐火车，我说哥们你这趟是压标去了呀。老话说上车饺子下车面，所以这顿必须得有烤包子呀。这包子刚开始馅儿多了，完就使劲往里包，后来觉得馅儿不多了，就加了点洋葱。再后来啊，馅儿里没肉了，我就直接包了俩洋葱馅儿的。完，我们同学含着眼泪跟我说走之前我能不能点2个菜，一个是你给你奶做的肘子烩饭，还有一个是你前老丈人给你做的那个广式给包。真的，就他那个眼神真诚又笃定，我一下没整明白，我说你是要走啊还是要走了？我说咱今天吃的是饭呢还是席呀哥们儿？我弟说哥你别跟他生气了，你看看我点这俩菜，他点的麻辣拌、剁椒鱼头和酸豆角炒肉末。哎呀我真是我弟从来就不愿意吃那老爷们吃的东西，你发没发现？还给他准备了1箱整整9盒自嗨锅，都是趁现在拼多多双11花1块钱抢的。这毛血旺自热火锅贼入味儿，还有梅扣和杀牛饭都嘎嘎好吃。链接我放评论区了啊，你们也弄他一下子。但他们爷仨得坐4天火车，我都怕这1箱不够啊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走饭、红肉、山排汤、浇头、碧虾。烤包、藏宝、麻拌、土茄、蒜末。完，这小子说这顿饭还有一个目的，想要走我炖肘子的秘方。我说干啥呀？你要上三亚开饭店去啊？他说不是，主要从来没单独和他爷他奶待半年以上，他也害怕老头老太太吵着，想多一门平事的手艺。